美国曾扣下德国黄金拒绝归还，我国600吨黄金存放美国，不怕赖账吗？这里是知识 TNT。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纽约分行坐落于纽约自由大道33号，作为全球最大的黄金存放地和交易中心，储存的黄金总量接近7000吨，超过世界总量的1/4。世界各国选择在美国存放黄金，仅仅是为了安全吗？全球80多个国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自己的黄金存储于纽约，当有需要时可以申请运回本国或直接交易。根据世界黄金协会官方数据披露，目前美国仍然为世界最大黄金储备国，紧随其后的是德国和意大利。中国的黄金储备量位居世界第6。黄金作为极其重要的国家资源，世界各国都极为重视。黄金储备量在经济贸易、国家信用以及国际战略层面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此重要的资源，为什么储存在美国呢？要知道，早在2012年，美国就曾以安全隐患和程序问题为由，拒绝了德国检查实际黄金储备量的要求，导致2013年起，德国就发起了黄金回家计划。美国在后来更是拒绝了荷兰、俄罗斯、日本等共15个国家将黄金储备运送回本国的要求，只有极少数国家提取黄金的诉求得到了美国的批准。既然有风险，为什么纽约美联储银行地下金库仍然是世界最大金库呢？这说明将黄金储存在美国有历史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尽快重建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财政部官员哈里·怀特提出了怀特计划。而与此同时，英国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之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了凯恩斯计划。这两项计划的提出虽然都是旨在通过不同的手段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增长，但其根本还是战后英美两大国的各怀鬼胎。当时的美国未受到太多的战火波及，反而因战争获得了大量的黄金储备。最终，国际社会还是于1944年7月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确立了以怀特计划为蓝本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召开在小树林里的会议主要干了3件事：一、将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二、固定世界汇率；三、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简单来说，就是各国货币以固定汇率可以兑换美元，而35美元又可以兑换1盎司黄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如果法国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100万美元的商品，这时法国需要使用美元进行支付，但如果法国的美元不够了，也可以用黄金兑换成美元进行结算。如果法国出现了收支逆差，也就是花掉的美元比获得的美元更多的时候，法国就可以选择向 IMF 和世界银行进行贷款或调整国内政策，避免法郎贬值。就这样，全世界都在使用美元和黄金进行交易的流转。如果总要运送和兑换就太麻烦了，所以大家都直接将交易需要使用的黄金存放在了美国。而时至今日，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瓦解，但这一举措在当时大大促进了资本的自由流动，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提供了稳定的外汇基础。也因为这一举措，全世界的黄金就这样停留在了美国。那中国有多少存款呢？2024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了最新官方储备资产数据信息。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我国央行黄金储备量为7280万盎司。7280万盎司有多少呢？答案是约等于22.6万吨。如果我们将这些黄金堆在一起，相当于一个长宽高各为100米的立方体，一个中等规模的足球场那么大。我国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管理国家的黄金储备，所以也设有自己的央行金库。但具体在纽约联邦储蓄银行的金库里保管了多少属于我国的黄金就不得而知了。目前的国际社会上，各国深谙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道理。作为全国第3大黄金储备国的意大利，也只将一半的黄金放在了罗马，另外一部分也储存在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地下。中国的黄金安全吗？介于之前美国极力阻止其他国家提现，美国真的有在好好替大家保管黄金吗？是不是会搭建一个黄金资金池？有没有用全世界的钱运作金价呢？这种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近几年世界各国正在纷纷想办法陆续运送黄金回国，这一现象简直堪称黄金界的挤兑。而事实上，美国的黄金储量流失已经非常严重。
世界各国完全有理由要回存放在美国的黄金，这是合理的诉求。如果美国采取耍赖或者拖延战术，这必将对其国际信誉产生极大影响，引发更加严重的黄金离美浪潮。同时，如果世界金库的黄金储量正伪，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一定会抖三抖，汇率和黄金价格将剧烈变动，世界格局去美元化进程加速。更严重的可能会引起国际法律争端和外交制裁，相信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而相信美国也一定不会不顾国际影响，轻易打破约定。虽然目前无法确定中国有多少黄金储存在国境之外，更无法预知未来的去向，但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削弱这种不安全感，应对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法就是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只要在与各个国家的交易中能够直接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就可以减少对单一货币的依赖，可以降低因外界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黄金储备是国力的一大象征，目前阶段如何让中国的国力再上一个台阶，比担心境外黄金的安危更重要。知识 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